5月19日，伊朗总统搭乘的直升机坠毁，总统不幸遇难。但事情发生之后，竟然还有人幸灾乐祸，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伊朗总统遇难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哦？5月19日，伊朗总统莱西搭乘直升机发生事故坠毁，总统因此遇难。事发突然哦，很多人都非常的震惊，同时也有各种的猜测出现。有些人认为呢，这不是单纯的意外，而是伊朗国内反对现任政府的人刻意的暗杀总统。也有人猜测，这可能是以色列做的，为了报复伊朗在今年4月时向他们发动攻击。悲剧发生时呢，伊朗政府也马上发布声明哀悼总统及其他遇难者，许多民众也跟着一起默哀。但奇怪的是，却有另外一批人却很高兴总统过世，甚至说他死得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总统过世还会有人开心？这会对伊朗之后的局势造成影响吗？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全球最大的硬碟品牌 Seagate 即将登场 Computex 2024台北国际电脑展，6月4日到7日，邀请你亲自见证全新的 Mosaic 3 Plus 储存技术。除了展场活动，Seagate 全球品牌策略副总裁也受邀出席了 Computex 主题论坛生成式 AI 新赛局。在论坛上面，他将分享 AI 时代的资料成长趋势，探讨储存科技的发展。还会呢，在 AI 资料储存、形塑未来读写的专题当中，揭开 Mosaic 3 Plus 的创新硬碟技术，分享如何以单碟片 3TB 的超高密度实现轻易的扩展、降本增效、节能永续的优势。对 AI 趋势和储存科技有兴趣的你，现在就马上点击链接报名主题论坛，了解更多的活动资讯吧。5月19日上午，伊朗总统莱西与其他一些行政高官来到伊朗与亚塞拜然的边境，与亚塞拜然总统阿利耶夫见面，共同参加两国合资开发的少女塔水坝的落成典礼。典礼结束之后，总统搭乘直升专机回去，却在回程的途中遭遇到了事故，直升机坠毁在亚塞拜然的边境，总统与同行的外交部长、东亚塞拜然省省长都因此遇难。目前具体的事故原因，官方还没有公布细节，只知道当时的天气非常恶劣，总统的直升机直接撞上一座山峰。事情发生之后呢，伊朗政府宣布进入5天的国殇期，许多民众也很悲伤。但与此同时呢，却有另外一批人幸灾乐祸，在总统还生死未卜的时候，就有人说希望尽快的发现莱西的尸体，还有人制作合成恶搞影片，影片当中呢，有人在直升机上面的残骸跳舞庆祝。莱西确认罹难之后呢，也有民众跳舞喝红酒庆祝，甚至当地的红酒还一度卖到断货。总统遇难怎么还会有人开心？其实这些人早就看不惯伊朗总统生前作风。1960年，莱西出生于伊朗的马什哈德，这个城市也是伊斯兰教第2大教派什叶派的圣地。而他的家庭呢，宗教气氛浓烈，父亲是神职人员，只不过呢，在他5岁的时候就过世了。之后，莱西15岁时继承父业，来到了库姆的神学院求学。1979年，还是学生的莱西参与了伊斯兰革命，这场革命颠覆了伊朗的王国统治，并由革命领袖何梅尼建立了新的什叶派主导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毕业之后，莱西来到了首都黑德兰，并成为了当地最年轻的检察官之一。1988年，他还加入了一个称为死亡委员会的秘密法庭，负责重新审判已被囚禁的政治犯。这里面呢，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左翼的反对派组织人民圣战者组织。根据报道，这次重新审判呢，约有2800到5000个政治犯被处决，并埋在乱葬岗。人权组织说，莱西以及秘密法庭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反人类罪，美国也公开谴责，并说要制裁莱西。但莱西并没有害怕国际压力，而反而是在2014年进一步的升职为伊朗总检察长，并且在2019年成为了最高法官。为什么莱西在司法界也有那么大的权力？有人认为其实是因为他跟最高领袖哈米尼的关系紧密。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呢，伊朗就实施宗教治国，国家的最高权力并不在总统手上，而是由伊斯兰宗教的最高领袖掌控。最高领袖不仅是国家最高领导人，还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何梅尼呢是第1任最高领袖，他去世之后由前总统哈米尼来接替，并且一直担任至今。
伊朗的总统呢，则是国家的第2号人物，拥有行政权，不过权力大多还是会受到最高领袖的牵制啦。那莱西能够一路升职有人认为就是因为他和最高领袖哈米尼的关系很好。早在2016年，莱西就被哈米尼任命为拉扎维圣灵基金会的负责人。这个基金会呢，控制着当地的建筑、金融、能源等重要的领域。甚至有专家分析，基金会估计呢，拥有伊朗第2大城市马舍哈德近1半的土地，价值数百亿美元。还有人怀疑莱西能够当上总统也跟哈米尼有关。2017年呢，莱西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但这次他输给了追求连任的温和保守派竞选人鲁哈尼。2021年，他再次参选并且成功当选，但许多媒体批评这次选举不公平，不仅投票率创下历史新低不到 49%， 而且多名温和派还有改革派的候选人还被禁止参选，甚至有人怀疑哈米尼还有保守派势力还介入了选举。所以总统之后呢，莱西与哈米尼的关系仍十分紧密，在基本政策跟观点上面保持一致，这使得外界普遍猜测莱西是哈米尼接班人，未来很有可能成为新的最高领袖。那作为潜在接班人莱西在担任总统期间，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的政治作风都还蛮强硬的。2022年，莱西政府加大执法力度，处罚街上头巾不合规范的女性。而且如果伊朗女性在社群媒体上面发布自己不戴头巾的照片，也将遭到严厉的惩罚。如果是政府的公职，还可能因此被解雇。同年的9月一位叫做艾米尼的女子因为没有正确的佩戴头巾而被拘捕，并在羁留期间死亡。而这件事情激怒了伊朗国内的女性，并引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但莱西政府并没有因此改变政策，甚至还血腥的镇压抗议，导致超过500名的示威者死亡，并有2万人被拘留。不止对内强势在外交上面莱西也很强硬。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不顾国际的誓要，伊朗坚定地站在俄罗斯这边，说是俄罗斯的盟友。普丁与莱西互相访问，莱西还同意向俄国提供导弹无人机等等的武器。另外，今年4月，伊朗驻大马士革大使馆的附属领事馆遭到了以色列空袭，之后莱西政府决定直接回击，向以色列发射300架的无人机还有导弹。然后伊朗跟中国的关系也很不错，去年莱西访问中国，在北大发表演讲，说支持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政策，还被授予为北京大学荣誉教授。莱西一直作风强硬，可能因此树敌不少，许多人甚至怀疑这次的飞机失事不是单纯的意外。飞机失事之后有人认为这不是单纯的意外，而是伊朗国内的反对派策划的，故意制造事故暗杀总统。甚至还有人猜测，伊朗温和派的前总统鲁哈尼也牵扯其中。又有人说这是以色列干的，以色列为了报复伊朗4月的攻击故意击落总统飞机。不过以色列官方向路透社说，这次事件与他们无关。然后美国也被拉入了战场。伊朗前外交部长扎里夫指控，因为美国长期的制裁伊朗，导致伊朗没有办法购买更先进的飞机，才会导致飞安的事故。因此他认为美国得负起责任。那当然也有人说这些都是阴谋论，因为机身没有明显弹痕，披露的录音也显示塔台与机组人员的沟通没有异常，看起来这次事件不太像是人为操作的，更像是单纯的意外。而除了事故原因另外也有许多人关注，总统遇难之后，伊朗国内的局势会因此产生变化吗？莱西是伊朗保守派的重要人物，总统突然去世，伊朗的保守派势力会因此受到影响吗？有人认为保守势力失去一名大将，他们的权力可能会因此减弱，国内的政策也有可能改变。但更多人认为，因为莱西一直都是听命哈米尼啦，目前哈米尼的势力仍然很大，莱西的过世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另外，大家也很关注继任的新总统会是谁。根据伊朗宪法总统过世之后暂时会由副总统代理执政。目前副总统穆赫贝尔已被任命为代理总统。不过伊朗必须在接下来的50天内进行选举，选出新的总统。外界也十分的关注这一次选举当中谁将会成为新总统。目前猜测最多的总统人选是最高领袖哈米尼的儿子穆杰塔巴哈米尼。甚至也有媒体认为莱西坠机就是为了让穆杰塔巴顺利接任而刻意制造的意外。穆杰塔巴也是目前最有可能的最高领袖接班人。虽然在官方记录里面穆杰塔巴从未公开的担任公职或从事政治活动，但实际上他却长期在父亲哈米尼办公室见习，并参与伊朗高层政治的幕后运作。不过也有人认为伊朗保守派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派系，未必最后就是哈米尼的儿子接任。柏林智库的研究人认为，这一次总统坠机可能会一下子形成权力真空，加剧保守派内部的派系斗争。这次
次伊朗总统坠机呢发生得很突然，也难免会有各式各样的猜想。不过从目前有限的资讯来看呢，我们自己还是比较偏向这是单纯的意外。因为实际看下伊朗总统权力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高，最高领袖哈米尼才是真正掌控实权的人。如果真的是反对派或是以色列想暗杀哈米尼，才更有可能是目标。而另外一些人呢说坠机可能是哈米尼干的，为的是让自己的儿子成为接班人，我们感觉也不太可能。因为穆杰塔巴的权力地位还不稳，从之前相关的报道来看呢，哈米尼一直想要先让莱西接班过渡，等穆杰塔巴地位稳固之后再传给他。而且在今年的3月的时候呢，伊朗才完成专家会议的改选，专家会议有权利选出伊朗的最高领袖。那个时候呢，莱西被安插到无竞争选区，以几乎保送的方式当选为专家会议的成员。其他像前总统鲁哈尼这样子温和派的候选人呢，全部都被排除于候选名单。如果哈米尼不想要让莱西权力更大，可能在专家会议选举时就会干涉。但看起来那个时候他们的关系都还不错。不过这也是我们根据现有资讯做出的一些推断，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分享你的推测哦。那除了事故原因我们也很关注这次突发事件会对于伊朗国内以及中亚的政治局势产生影响吗？我们觉得短期间内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哈米尼依然掌握着国家的主要决策权，以往的政策应该会继续的维持。这样的话呢，伊朗的一些对外政策可能也不太会有变化，包含了军援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像俄国军售用于轰炸乌克兰的自杀无人机等等。其实呢，本来这一次伊朗总统和亚塞拜然总统会面呢，一起参加水坝的落成仪式，外界就有猜测伊朗和以色列关系将有所缓和，因为亚塞拜然是以色列的重要盟友。但结果发生坠机意外事情又被指责是以色列干的，原本缓和的迹象也可能因此中断。不过虽然短期内我们觉得局势不太会有太大的变化，但长期来看呢，伊朗国内仍会有许多的不确定因素。哈米尼已经85岁了，去年呢甚至还一度被传过世。原定的接班人莱西遇难之后，他将选谁作为接班人，这可能引起伊朗的内部斗争吗？这些不确定的因素都可能引起伊朗以及中亚的局势变化。伊朗将在6月28日举行总统大选，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或许也能够从中看出一些端倪哦。好的，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伊朗总统遇难会对于伊朗的局势产生影响吗？也会感觉会引发各派争夺总统位置，并不会有哈米尼的权力很稳，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自己感觉会出现一些政治波澜呢，但最后仍会被哈米尼控制住。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伊朗总统遇难事件。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伊朗蓝女孩为何自焚，以及美国与伊朗复杂的关系。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